大家好，我是财先生，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马斯克堪称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继乔布斯后矽谷最受瞩目的创业家和实业家，他也是有着科幻小说般名字的神一般的男人，电影版钢铁侠的原型。他所拥有的特斯拉重塑了汽车的生产、销售方式，将纯电动汽车变成了现实。他所创始的火箭公司颠覆了美国航天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火箭运营商之一。他在2013年提出的超级高铁计划，时速超过飞机，最近已在阿联酋投入建设中，即将刷新地面的交通最高时速。他就是伊隆·马斯克，从 PayPal 到特斯拉、航空火箭、太阳城、超级高铁。他的创业历程中遭遇了无数失败，但每一次的突破都令全球惊艳。虽然马斯克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你肯定以为他没有休闲生活吧？那你就错了。他与2名女士有过3段婚姻，现在有6个孩子，而且最小的孩子还是他在49岁的时候生的，可以证明马斯克也是时间管理大师。那么马斯克为什么可以那么成功？究竟他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支影片将解读矽谷钢铁侠的马斯克传奇故事。对了，在影片开始前，容我说明一下，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你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1971年，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的一个上流家庭，母亲是加拿大人，从事模特儿工作。父亲埃罗·马斯克是一名出生于南非的英国人，从事电气及机械工程师工作。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马斯克对读书如饥似渴，每天读书1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如果是周末，一天就可以读完不同学科的2本书。如果你认为马斯克仅仅是满足于书本上汲取理论知识的孩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从很小的时候，马斯克就对自制炸药和火箭十分感兴趣，还经常把自己造的火箭模型带到校园里展示，场面非常拉风，为此也吸引了一大批迷弟迷妹。在南非还没有几人知道计算机为何物时，马斯克已经疯狂地迷上计算机和写程式，并在10岁那年得到了一台计算机。这是一款有着 5KB 内存的家用计算机，并随机附送了一本程式语言教学手册。这本手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大概需要6个月可以学完。但10岁的马斯克拿到之后像疯了一样，一连看了3天3夜没有睡觉，把所有的内容一口气读完了。学了写程式之后，马斯克很快开始技痒难耐，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电子游戏迷，于是他便自己开始编写游戏程式。12岁那年，马斯克完成了一个以太空为背景的宇宙爆炸的小游戏，并把它卖给了一家杂志社，赚下人生第一桶金$500。马斯克非常擅长地把学习到的某方面的知识运用到其他方面，比如把课堂或课本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中，或者把某个行业知识运用到其他行业。他的才能不仅涉及经济学、物理学，还涉及火箭科学、人工智能、太阳能和新能源等。马斯克曾提过，学习知识最重要是通过知识树的方式，确保理解基础原理，先建立好树干和树枝，再把之前的树叶挂上去，否则你无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马斯克在学习中总是确保自己能够知道极大多数事情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或者规则，最大化的减少他学习新概念的时间。马斯克在童年时期去国外旅游时，就已经体会到外人是如何看待南非的，这也加强了马斯克关于人类需要拯救的信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只单单考虑南非的急迫需求，而是将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孤僻而笨拙的南非男孩怀着最大的诚意去追寻人类的集体启蒙。从家庭基因来看，马斯克特立独行，爱冒险的行事作风源自于他母亲书代传承的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这种他的外祖父，一位从事过农夫、建筑工、牛仔表演者及按摩师等诸多工作的加拿大人。因此，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造就了马斯克爱冒险的性格，始终保持着一颗强大的好奇心。他始终相信技术，也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利用技术改善人类的生活，改变世界。在他看来，1秒钟都不能浪费。在特斯拉，通常马斯克的建议是花更少的时间在财务会议上，用更多的时间来做出令人惊艳的产品。很多企业混淆焦点，花许多钱去做一些不会让产品变得更好的事情。每家公司都应该自问所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让产品或者服务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就应该喊停。马斯克对于创业的看法是，所谓创业就是嚼着玻璃，凝视着死亡的深渊，既然必须穿过地狱，那就走下去。他认为创立一家公司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找份工作，为他人打工要轻松得多，压力也会小很多。你的人生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但你会开心吗？如果你内心真的渴望做某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全力以赴的去做。所以每当人们问马斯克对于想要创业的企业家有什么鼓励的话，他的回答是：如果你需要鼓励的话，那就不要创业了。马斯克说，一般人创业思考的是如何找出获利模式，但马斯克完全反其道而行。在加州理工大学开学典礼发表演说时，他说他从不以赚钱的方式思考问题，而是从如何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下手。他思考的并不是怎么赚大钱，而是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影响的问题。马斯克同时也是个善于反省、不厌其烦、反复修正的人。一旦相信就坚持到底，一旦有错就当机立断，立即修正。无论是马斯克还是乔布斯，许多成功者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他是把一半的财产用于创业，保留另一半，但最后事与愿违。他投入了全部的存款，火箭的前3次发射均以失败告终。特斯拉也遇到了各种生产、供应链和设计的问题，最重要是金融危机爆发了。马斯克称他当时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留住金钱，但公司会倒闭，或者他把剩下的钱全部都投进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他最后选择一直往里面投钱，他的债务曾一度逼迫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维持生计。不过破产的前景并没有让马斯克感到害怕，真正让马斯克感到震惊的是自由派的幸灾乐祸，以及有许多博客一直在等待着特斯拉倒闭。或许之所以有人想要看到他失败，是因为他的野心显得有些自大。这也正是马斯克成功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听评论家的话。他创立航空火箭和特斯拉的时候，并不认为这2家公司会真正赚钱，事实上也没有其他人认为他们会赚钱。但马斯克还是继续向前推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来判断成功与否的人。他的标准并不是赚了多少钱。马斯克演讲时说道，我们首先要决定世界上最好的天花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做得比那个更好。你不能只是稍微好一点，而要好得多。做事情不是只需要好出10%，而是要创造出10倍的价值。马斯克之所以成立火箭公司，是因为他对美国的太空项目感到失望，觉得他们的野心不够大。马斯克说，我一直期待我们可以冲出地球，放一个人在火星上，在月球上有一个基地。当这些都没有实现时，他想到了一个火星绿洲任务的主意。这个项目是将一个小型温室送到火星上，他想要通过这个设想再次引发人们对太空的激动之情，并说服美国政府增加 NASA 的预算。而当他试图开始推进时，他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意志，而是缺乏方法。当时太空技术的价格远远超出他本应该需要的价钱，然后全世界最便宜的火箭发射业务便应运而生了。重要的是，这个业务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一个人登上火星。马斯克认为自己是一名工程师，而非投资人。他说，每天早上让他起床的动力是对解决技术问题的渴望，而他衡量自己进步的标准正是这种渴望，而非银行里的钱。马斯克说，他过去也犯过很多错误，比如花太多时间在公司行政等事务上，但当他走进工厂时，情况就好转了。卖掉 PayPal 后，马斯克成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企图打造更快速、更便宜、更安全的火箭。而这么大型的计划，在过程中遭遇失败无可避免，即便烧光了资金，需要拉下脸来向朋友借钱周转也在所不惜。马斯克必胜的决心及毅力也非常人所能及，例如他的时间管理非常惊人，以5分钟为一个单位，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就知道了。如果别人每周工作40小时，而我工作100个小时，这样只用4个月就可以做到别人1年才能做完的事情。年轻人，现在正是你们冒险追梦的时候，年纪越大，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多。有了家庭后，往往还要考虑到身边的其他人，会变得比较犹豫。所以马斯克鼓励年轻人，现在是冒险的最佳时期，有梦想就放手去做，失败了也无所谓，大不了从头来过。以上就是矽谷钢铁侠马斯克成功的人生哲学。这支影片对你有什么启发或价值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